上海88岁的老人将300万的房产赠送给了水果摊的摊主，引起了网络热议。亲戚都不对的，他们要我的房子，最好活的时候给，叫我写啊，我怎么会写呢？他跟居委会讲这房子送给我了，居委会还主任给他讲，你的房子值300万，老先生就讲，我要钱干嘛？我哪一天死了，我这房子又带不走。将来我的死亡金呢，归刘继光领了。我以后死后的事情就刘继光管。但是这件事呢，让老人的亲戚们非常的愤怒，他们将水果摊主告上了法庭，口号是我们不要东西，我们只要公道。说我们是不关心老人，对这一点我们是很愤怒。我求你讲讲看，是不是冷漠的？我就要公道，我不要东西。我们尽管知道，我们舅舅把所有的钱都已经给了他，什么怀表挂钟，还有颗翡翠，全部给了这个陌生摊主，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打扰和骚扰过他。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燕说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述一下这个故事。老人家名字叫马林，生于1932年，住在上海宝山区，名下有一套价值300万的房产。他家里有妻子，还有一个儿子。原本呢，和大多数的退休工人一样，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但是人生无常，儿子原本在银行里工作，患上了精神病之后呢，就一直在家里养病。2011年，马大爷的老伴儿去世了，他伤心欲绝，而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也帮不上什么忙。马大爷呢，只能强打精神为妻子办理了丧事。之后呢，马大爷就独自一个人照顾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平时呢，也没有人给他说话。这位80多岁的老人脸上很少会有笑容，直到他遇到了水果摊主小游一家。水果摊主小游是河南人。几年前呢，小游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一起来到了上海卖水果。一家人住在水果摊旁边的简易棚里。马大爷下楼遛弯的时候呢，就经常到水果摊里跟小游聊天，一来二去呢，两个人就熟络起来了。之后呢，马大爷每天都会准时的到水果摊，而且呢，还有给小游的孩子们带一些糖果或者零食，孩子们也亲切的叫他爷爷。小游一家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温馨的家庭氛围，深深的感染了孤独的马大爷。小游曾经对马大爷说，要是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开口。有时候呢，水果摊太忙的时候呢，马大爷也会帮忙照看一下孩子。马大爷和小游一家相处的十分的融洽，日子呢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直到2017年意外发生了。一天半夜，马大爷的儿子在家里猝死。当时呢，家里只有马大爷一个人，他既悲痛又无助。这时呢，他想起了小游，立刻给小游拨打了电话。儿子们在厅里睡着，已经死了，地上。我也不能说到底睡着还是没有睡着。他晚上的时候拿着手电筒到我那里给我讲，他说他儿子死了，一个人，晚上大概有9点，他就说这后事你跟我一起去。我好，当时我想好像可能是帮他搬东西，或者去了以后没人，就他一个人。他说他们亲戚都不来，然后就说就我们2个。火葬以后骨灰我帮他抱着，后来就陪老先生一块去跟儿子看墓地、买墓、交定金，包括下葬。下葬也没人来，4月16下的葬嘛，也就是我跟老先生2个人。经过这件事情呢，小游才知道，马大爷和那些所谓的亲戚啊，早就没有了来往。马大爷的儿子去世，竟然没有一个亲戚来帮忙料理后事。最后呢，是小游这个外人帮忙办理了丧事。从此，马大爷的家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可丧事刚办完，那些亲戚就出现了。他们来的目的并不是安慰马大爷，而是催老爷子写遗嘱，处置名下的房产。亲戚也已经看到很清楚了，他们要我的房子，最好活的时候给，叫我写啊，我怎么会写呢？除了亲戚之外呢，小区有一些大妈也盯上了马大爷的房子，他们主动贴上来讨好马大爷，甚至想直接住到马大爷的家里。这里小区里面啊，他们老太婆都合一伙的，都讲，有的老太婆啊，看上去不正经，跟我说，我就想住到你家里来，多想钻进来，要捞钱，捞到他满意了，一家把你贴开，就是这样。
自从儿子去世之后呢，马大爷觉得家里太冷清了，于是呢，在水果摊的时间也是更长，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时段，水果摊的生意比较忙，马大爷呢就帮忙照看孩子，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当中，他能够得到一丝丝的温暖。马大爷非常喜欢这些孩子，经常给他们买好吃的，也会给他们买一些玩具送给他们。小游一家也把马大爷当成自己的长辈，常常留他在家里吃饭。就算马大爷没有和他们一起吃饭，小游一家也会多做一些饭菜，然后呢给马大爷送过去。平时小游还会经常给马大爷送一些新鲜的水果、大米等生活用品。慢慢的，马大爷已经融入了小游这个家庭，每天呢都会定时定点的到水果摊去，就是每天早上在我们那里等我女儿买好早饭，然后我送我女儿去上学。下午女儿没放学，会在我店里等我女儿放学，然后带她去买点什么这样肯德基啊，这些苹果花园、超市啊，这些玩具，我家里玩具几乎都是她买的。有一天，小游发现马大爷迟迟没有来水果摊，担心他会出事，于是呢立刻上楼查看，结果发现马大爷倒在地上，已经昏迷不醒了。小游马上就拨打了120，将马大爷送到了医院。2年前我昏迷不醒住院，是刘继光送进去的，差点没抢救过来，也是自己在家里面。假如说不认识我了，讲不好听，他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马大爷住进医院之后呢，需要人照顾，可是他的亲戚们都以各种理由去推脱，说自己没有什么时间，没有办法，照顾马大爷的担子就落在了小游的身上。小游每天白天要去出摊做生意，晚上呢还要去到医院里照顾马大爷，一直到马大爷康复出院。小游和马大爷非亲非故，却能做到这种程度啊，这让马大爷非常的感动。他觉得比起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小游呢更像自己的亲人。于是呢，出院之后，马大爷做了一个决定，邀请小游一家搬进自己的房子。我对外面讲话，可能是我碰到他我走运，他自己认为是还好，他碰到了我这样的人，他走运。2019年，小游一家搬进了马大爷的房子，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这让马大爷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在这之后呢，马大爷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和小游签订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协议中规定，小游负责马大爷日常的吃穿住行、医疗等事宜，为马大爷养老送终，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相应的回报是呢，马大爷去世之后，他名下的房产、存款等所有财产都会遗赠给小游。跟居委会讲，这房子送给我了，居委会海了。主任给他讲，你的房子值300万，到现在就讲，我要钱干嘛？我哪一天死了，我这房子又带不走。将来我的死亡金呢，归刘继光领了，我把他名字报到单位去了，我以后死后的事情就刘继光管。2019年3月，马大爷和小游一起到上海的公证处对这份协议进行了公证，让协议具有法律的效力。同时呢，马大爷还指定小游一家作为自己的监护人，这在法律上被称为意定监护。根据民法典第33条规定，意定监护是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近亲属或者其他的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认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呢，由该指定的监护人履行监护的职责。意定监护人的范围不仅限于近亲属，其他的个人或者组织也可以通过约定成为监护人。为了避免马大爷是在被欺骗或者是胁迫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多次前往马大爷的所在的社区、医院去了解情况，弄清楚马大爷为什么不指定近亲属来做监护人，反而选择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把这所有的情况都搞清楚之后呢，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才通过了公证处的公证。我已经88了，时间呢看得到头了，已经看得到头了，而且墓地已经埋好了。刘继光只要把我放进去好了，放进去很简单，我也跟他说了，不要买好的，不要多花钱，你给小孩买糖吃好了，我也不在乎。人死了就是死了，不知道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大爷的身体是越来越差，意识也越来越模糊。为了更好的照顾马大爷，小游干脆就把水果摊的生意交给了妻子一个人来打理，自己呢则全天照顾马大爷。
他给马大爷端屎端尿、洗衣服、做饭，还陪马大爷遛弯。虽然马大爷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呢，从他的状态也能够看出他得到了精心的照顾，身上没有任何的异味，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2021年12月31日，马大爷安详地离世了。水果摊的老板小尤履行了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理当继承马大爷的财产。而就在这个时候呢，马大爷的妹妹、外甥等亲戚对于他和小尤签订的那个遗赠抚养协议提出了质疑，并将小尤告上了法庭。他们声称马大爷在2017年之前呢就得了老年痴呆，意识不清醒，所以呢那份遗赠抚养协议本来就是无效的。亲戚们还说，马大爷生病住院的时候是他们在轮流照顾，只是马大爷出院的时候被小尤抢先一步给接走了，而我们辛辛苦苦照顾老人，结果被小尤摘了桃子。小尤就是为了财产，是在欺骗老人。同时呢，他们还表示，老人给小尤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只要公平公正。法庭上，小尤的律师提交了一系列的真实且有力的证据，包括医院的医疗陪护证明、后事的办理文件，还有平时照顾马大爷的照片和视频等等。这些证据都充分证明了小尤确实履行了照顾马大爷的义务。此外呢，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也提供了当时马大爷办理公证协议的时候的视频记录。视频当中可以看出，马大爷和小尤签订协议的时候是头脑清醒、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2023年12月，一审法院宣判遗赠抚养协议有效，马大爷的房屋以及财产归小尤所有。亲戚们不服，一审判决之后呢，就提起了上诉。在2024年5月17日，上海第2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最终驳回了马大爷亲属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人生无常，马大爷呢在晚年接连失去妻子和儿子，在他最难熬的时候遇见了小尤一家，在小尤的精心照顾之下，马大爷最终安详的离世。而小尤在付出了善举之后呢，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这或许呢，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好人有好报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